既然是你们店里的员工犯的错，那这笔损失是不是应该由你这个管理者来承担？赔？夏雨眨了眨眼，视线从沈烟尘深邃的眼眸下移，落在了那块微湿的衬衫前襟上。白色的高级面料被水阴透后近乎透明，隐隐约约勾勒出男人紧实平汉的胸肌轮廓。他猛地移开视线，耳根不可抑制地爬上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红。沈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吐你的是他，要不你把他红烧了。不过友情提示，河豚有剧毒，吃完可能得全村去你家吃席。沈燕尘看着他那副伶牙俐齿却又难掩局促的模样，眼底闪过一丝极淡的笑意。他往前逼近了半步，将两人原本就所剩无几的距离压得更近。夏小姐，我是个商人，商人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在你的地盘，你的员工弄坏了我的高定衬衫，这笔账只能算在你头上。高定2个字，精准地踩中了作为一个穷学生的夏雨的死穴。行，我认栽，干洗费多少？我扫你。这件衬衫面料特殊，不能干洗。况且我不太喜欢外面的洗衣店处理我的贴身衣物。那你要怎样？手洗？我可不帮你洗衣服啊。刺头啊刺头，你这调皮鬼，真想把你红烧了。衣服不用你洗。那条鱼，如果半个月后能痊愈，我需要把它接回家。所以，但我现在对养鱼一窍不通，如果再把它放进自来水里，你大概会用超网直接把我打出去。我需要一个专属的水族顾问，帮我在家里重新建立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，指导我如何照顾它。作为交换，衬衫的这笔账100勾销，另外顾问费按市价的3倍结算。这算哪门子的索赔？这明明就是送上门的兼职大单啊！成交。不过沈总既然聘请了我，那在养鱼这件事上你就得全听我的，不能嫌慢，不能擅自加鱼，更不能手欠乱倒药水。沈燕尘看着伸到半空中的那只手，白皙纤长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，没有涂任何鲜艳的甲油，反而带着一股属于水族店特有的淡淡的海盐与消毒水的气味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它。合作愉快，夏顾问。那我们先确认一下方案。你要养七彩神仙鱼，这种鱼是高温高氧鱼，也是典型的吃货兼洁癖，所以我建议你家里用裸缸来养。裸缸？对，就是缸底不铺任何底沙，也不种水草。七彩神仙鱼平时吃得多拉得多，如果铺了底沙，粪便和食物残渣会堆积在缝隙里，滋生细菌，导致水质败坏。裸缸最方便日常抽底换水，保持水质的绝对干净。如果不铺底沙，看起来会不会太单调？不会，你可以用一块高品质的沉木作为造景主体，再绑上一些不需要泥土也能上的阴性水草，比如水榕、铁皇冠或者黑木蕨，这样既有自然的野溪质感，又不会影响底部的清洁。而且沉木释放的腐洁酸能让水体呈现微酸性，这正是七彩神仙鱼最喜欢环境。沈燕尘静静地听着，他说话的时候语速适中，声音清脆，带着一种笃定与热忱。那些原本在他听来生僻又枯燥的词汇，底沙、阴性水草、腐殖酸，此刻在他的讲述下，竟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微观世界。不知为何，站在这家略显拥挤、充斥着水泵嗡嗡声的店里，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几条鱼而神采飞扬的女孩，沈燕尘那根常年紧绷导致她严重失眠的神经，似乎再次奇迹般的松懈了下来。好的，都听你的。那设备这周末进场？周末不行，我有个跨国并购案要飞一趟欧洲。下周3晚上，我派司机来接你。交代完最后一句，沈燕尘转身推开了水族店的玻璃门。夏雨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林荫道的尽头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刚刚被他握过的右手，掌心似乎还残留着他指尖那滚烫的温度。
下周3。看来你这个贵族小主子还要在我这里多住几天了。